昨天停的营地，云雾缭绕，现在还有小瀑布。我们在营地的餐厅厨房吃早餐。我们出发啦，因为昨天开了很久，今天先去加个油，然后今天要逛完西峡湾，然后开到施耐山半岛。今天也是漫长赶路的一天。刚刚来到营地这段路上的山坡上全长满了鲁冰花，还有这种白色的葡萄什么的花。这是西峡湾最大的城市，叫什么？伊萨弗莱德。前面就是丁尖洋瀑布。我们要去的那个。到啦，下车吧。禁止无人机。丁尖地瀑布，或者说丁洋迪瀑布，是冰岛西峡湾地区规模最大的瀑布群。丁尖地在冰岛语中意为雷鸣般的。的确，站在丁尖地瀑布下，我们能感受到非常磅礴的自然之息。有好多小瀑布，每个小瀑布都有一个名字。这个叫东布马纳波斯。小心啊！小心啊！加油，小鱼！啊，爬上来了。是。看这边。丁尖地瀑布。小鱼，转过来。这瀑布就像天瀑一样，从天上，哇，真的像从天上流下来一样哈。好，我们要回停车场了。去下一个景点，下一个点是哪儿？对，走吧。钻隧道啦，又。哎，这是个啥门？激光门。有点酷，看山上有2道痕。一直延伸。对。这就是这个峡湾的弯弯的最里面。啊，这里有个高山湖哈。开到了寂静岭。有，这应该是在云里开哈。啊，这是下着小雨雾。你看上面就是一片云。是吗？对，在云里开。这是一个小
小村子是吧？感觉沉船应该就在前面的海边哈。哦，就在这儿。这艘搁浅的船这里了。这就是那个船。这艘搁浅的红色船只名为加尔达尔 BA64， 它是冰岛最古老的钢制船只，出生于1912年的挪威造船厂。在它服役的69年间， BA64 在冰封的北大西洋航行作业，经历了多次转手，最后一次则是抵达冰岛，在这里开始了他的鲱鱼捕捞生涯。如今 BA64 锈迹斑斑地坐落在冰岛偏远的海岸线上，它并不是一艘沉船，只是因为太老旧无法继续工作，只得搁浅在这渺无人烟的海滩，一点点随着时间风化腐蚀，最后与这辽寂的峡湾融为一体，成为永恒的一部分。哇操，这风太大了！行了，看完了沉船，外面风好大，在外面手都快吹掉了。行，现在我们去营地。今天主要是赶路哈。对，今天争取早点到营地做点饭吃，明天早点起来去玩斯乃山饭。给大家再瞅瞅这个沉船，不是这个沉船，这个废墟船。我们刚才路过这里的时候还是涨潮的，现在已经退潮了，你看，露出一大片海滩来。对，是不是可以去赶海？我看看能不能抓到什么海洋生物。这2天赶了很多路，原本我们可以直接沿着1号公路前往斯奈山半岛，但为了不辜负冰岛的每一处美景，我们还是决定开上这西峡湾的碎石路。而这里美丽静谧的峡湾，彻底抚慰了我们旅途的疲惫。阴云密布的天空并未让我们感到沉闷压抑，反而让我们的心慢了下来，得以细细感受沿途的一切，每一处驶过的峡湾，每一片草地和海滩，悠然的羊群与冰岛马，以及不知何时到来，时断时续的细雨。在去看 camping ground 的路上，看到这周有一个天然的温泉，去看一下。就是这个小温泉，你看它还冒泡泡，试一下有多热。挺温的。看这个自然环境还不错。这有一个小小的房子是更衣室，然后就可以走到那个小温泉去。感觉天气暖和的话，泡一泡不错。今天有点太冷。下雨又啥也看不见了。
前面有个骑行的人。拍得到吗？好像拍不到。哎，他在飞无人机。哎，哦，一下看见了。老哥，你也太慢了。驶过最后一个峡湾，我们又回到了熟悉的1号公路。今晚的营地就在公路旁的一座农场。今天的晚餐依旧是香肠、面包、生菜，还有在楼上的餐厅买的咖啡。我们这个营地设施看上去挺老旧的，但是周围有牛，去看一看。你好呀，牛！摸摸，哎呦，你鼻子好湿哦。不爱听。好了，今天的旅程就到这里了，大家明天见。